嗨，大家好，我是赵阳。今天这一期我们来谈一谈，购买了新机之后，到底要不要装其他的 App 啊？那当然这是依照你自己需求。那今天我会列出我自己常用的几个这个搭配的 App 啊，有的是系统工具啊，有的是多媒体娱乐等等，来介绍给各位。那可能各位可以自行斟酌。首先，我们买了新机之后，那打开设定完账号之后，那第一步有没有查看一下这个在启动台这边看是不是有它原厂附带的这是免费的，譬如说是 Page、Keynote、Number 这三个 App 有没有在你的这个机子里面？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 Apple Store 打开那在搜寻这边，我们就可以打 Keynote 或者是这个Page 或者是 Number 就是我们办公室常用的软件。下去搜寻，那登录之后就可以下载了。那这个 Page 就等同于是 Word 里面的这个 Page， 那 Keynote 的话就等同于是这个 Word 微软里面的这个 PowerPoint， 那 Number 就等于是这个微软里面的 Excel。那首先我们，如果你是笔电或者是这个 iMac 其实都可以安装这个叫 Space 这个是在右上角这边这个是机器硬体里面的这个监控那有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右上角在这个 menu 内就可以随意就撇一下就可以知道看到它的工作温度状况占的频率是几%，那 CPU 这边也有，那 RAM 这边。当然，它这个设定很多我们可以从这边看到。那最主要是这个是免费的就是免费的。那当然就是免费的，我们才会介绍给你们大家不必另外花钱那再来是这个是工具类的那再来是我们多媒体类的它的推荐就是这个 VLC 像这个 VLC。那 VLC 这个它可以，因为这个苹果自带的播放器，它可以打开的这个QuickTime Play， 它可以打开的这个格式比较少，仅限于它自己苹果的然后这个 VLC 的话，它也是一个免费软体VLC Media Play 它可以播放的格式就很多那相同的我们可以这样打开看是哪里浏览。当然这个界面你也可以把它这个改成是中文的那我们看一下那这边这边有影片的素材，那可以稍微看一下比如说是这个打开，这个打开，它当然也会自动播放，那就看你自己怎么样去设定。那各位可以注意一点，就是说，你打开之后，这个是会常驻在这边如果说你不需要占用你的记忆体的话，你要把它离开 Quit 那再来，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如果说是笔电的话，那你外接滑鼠当然就是之前有一集我在说过这个外接滑鼠的这个 MOS 那这个也可以模拟成这个外厂的，就是说副厂不是原厂的这个苹果的这个 Magic Mouse 这边用这个 Mouse 第三方的这个滑鼠就可以模拟成它的这个平滑的卷动的效果。那再来是笔电的外接萤幕的话，我们可以用这个 Monitor Control， 第三个叫 Monitor Control，
它可以控制的部分就比较多了可以控制这个，像我这边你看就可以控制2个萤幕的亮度甚至于你音量也可以控制这边设定就很多那也可以控制你的键盘对比度，就是说控制键盘的部分，就是你原厂的键盘或者是第三方有支援 Mac 的那直接在键盘上面来操作它的这个亮度或者是声音这边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也是免费的 Mouse。那第一个重点是要观察一下这个它占用的 CPU 在运行的时候会不会很多那如果会很多的话，也可以把它移除掉安装别的新的。那另外还有一种是这个 App Cleaner 就是移除这个 App Cleaner， 移除这个 App 的这个 HAPP 的。那这个怎么使用呢？那这个就是你从 Finder 上面那进到这个应用程式的资料夹，看要哪一个移除。当然这个内建的是没有办法移除的要第三方的 App 就可以移除。那譬如说把 Line 拖进来它就可以移除了，放掉就可以移除了。好，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各位记得订阅拜拜。